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秋天要多吃毛豆，对身体很好。秋天正是毛豆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这个时候的毛豆鲜嫩、营养又便宜。今天就分享个毛豆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几个鸡蛋，出锅鲜嫩入味又下饭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斤这种带壳的毛豆。我们在购买毛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带壳的，因为这样自己包出来的豆子呢会更加的干净。在外面买人家直接包好的豆子，我始终觉得别人掺杂了一些脏东西，不干净不卫生。我们把毛豆一颗一颗的剥下来，这个毛豆很容易剥，先把毛豆蒂这里掰开，用手把毛豆壳分开，再把毛豆籽抠出来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一个毛豆就剥好了，剩下的毛豆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剥下来。剥好的毛豆籽放大碗中，1斤毛豆剥了这么一小半碗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毛豆籽，再把毛豆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，简单的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然后再把洗净后的毛豆倒入锅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毛豆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后转中火煮15分钟，把毛豆煮熟。这个毛豆一定要给它提前煮一下，因为毛豆煮不熟的话，吃下肚里会中毒的。接着我们再准备几个青线椒，把辣椒蒂去掉不要了，先把辣椒切成小圆圈，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。如果不喜欢吃辣的，可以换成菜椒，或者是不用放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大碗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也放入小碗中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5到6个的鸡蛋。鸡蛋的量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我今天家里有4口人，就准备了6个鸡蛋。把鸡蛋放大碗中，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选择新鲜的，晃动一下鸡蛋，里面的蛋黄不会晃动，这样的鸡蛋就是新鲜的。再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加勺食用碱，豆上的清水没过鸡蛋，用手搅拌均匀。搅拌至食盐和食用碱化开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准备块干净的纸巾，再用纸巾蘸上清水，把鸡蛋壳擦洗干净。因为鸡蛋壳表面有大量的沙门氏菌，如果不清洗干净就直接打入碗中，会对我们身体健康造成危害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案板上，再把鸡蛋倒入小米椒的碗中，这里加小米椒和葱花呢，这样炒出来香味会更加浓郁。全部打好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加入小半碗水淀粉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加入水淀粉做出来的鸡蛋呢，会更加的鲜嫩。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搅拌大概需要搅拌2分钟左右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蛋呢，会更加的鲜嫩好吃，而且会更蓬松，口感更好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毛豆也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毛豆已经煮熟了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毛豆放入锅中，给它翻炒2分钟，翻炒至毛豆入味。在翻炒的过程中，可以加一点点食盐调一下味，这样毛豆呢会更容易入味。毛豆炒入味以后，再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刚放进来的时候，像视频中这样。用铲子推动蛋液，转着圈的推动，让中间的蛋液流下来。像这样炒出来的毛豆滑蛋呢，毛豆会被鸡蛋完全包裹住，
吃着会更香。鸡蛋液全部定型后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把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黄，再给它煎1分钟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大概翻炒1-2分钟左右，把鸡蛋液炒至定型，再像视频中这样用铲子把毛豆炒散开，这样吃的时候方便用筷子夹。再翻炒1分钟左右，把鸡蛋液翻炒至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毛豆炒蛋就做好了。这菜做起来特别简单方便，不过真心好吃啊，特别是孩子一般都会喜欢吃的。鸡蛋包裹着毛豆，毛豆的颗粒清脆可口，鸡蛋鲜嫩好吃，蛋香味浓郁，加了辣椒，还有一点微微辣的口感。我们家这菜一上桌之后，都是用勺子直接一口一口吃的。再者，如果不喜欢这种毛豆米包裹着鸡蛋的吃法，也可以分开来炒，就是鸡蛋直接先炒好，再倒入毛豆米进来就可以了。这做菜的方法完全是根据自己和家人的口味来调整的哈，不用纠结哪一种方式好，自己和家人喜欢吃的就是最好的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辛苦大家了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